面试10分钟，要决定请不请这个人；相亲1顿饭，要看出他能不能托付一生；合话1句话，要判断他是不是值得把钱交出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其实天天都在做一件最难的事——看人。看错一个人，可能损失几百万；用错一个人，可能毁掉一家公司；信错一个人，可能北掉自己一辈子。问题是，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，皮相会骗人，嘴巴会说冗，面试时人人都是完美员工。那古人没有测腕机，没有人格测验，他们怎么是人？真正会看人的人，靠的不是直觉，更不是面相，而是一整套经得起验证的方法。1800年前，三国时代有一位魏国的官员，把这件事整理成了一本书。他告诉你，一个人的本质会从9个地方泄露出来，要避开的世人偏见总共有7种。天底下的人才可以分成12类，将相、伯乐、英雄各有不同。用人要用他的长，不择他的短。而世人的最高境界，其实是先把自己看清楚。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专论世人用人的学术经典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《人物志》。先说这本书，《人物志》，三国魏刘绍所著，后魏刘炳作注，成书于魏明帝景初年间，大约西元244年前后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世人、用人、考察人才的学术专著。在他之前，诸子百家谈人性、谈用人，多是片段散见。孔子说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”老子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孟子说：“观眸子，人焉察哉？”句句金玉，但都不成系统。一直到刘绍，才把世人这件事做成了一门完整的学问，共3卷12篇，九真、体别、流业、才理、才能、利害、皆是、英雄、八冠、七弊、孝难、是真。从怎么看一个人，到怎么分类人才，到怎么避开世人偏见，再到怎么任用、怎么相处，怎么避免人才之间互相倾轧，一整套体系井然有序，逻辑紧密。作者刘绍，字孔才，广平邯郸人，三国时期曹魏的重臣，曾任尚书郎、散骑常侍，受命典制朝仪，三定律令，是当时学养最博、事件最深的官员之一。人物志不是命书，不是相术，它是一本给要识人、要用人、要管人的人读的书。皇帝读它选臣，将相读它选部下。今天的我们读它，是要学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看清一个人。人物志第1篇就是九征，也是全书最有名的一篇。刘绍一开头就说：“盖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，情性之理甚微而玄，非圣人之察，其孰能究之哉？”人的本质出自情性，情性的道理尤为难测，不是圣人这样的观察者根本看不透。那要从哪里看？刘绍给出了9个窗口，他称为九征。平皮之志在于神，明暗之时在于精，勇怯之事在于筋，强弱之直在于骨，躁进之节在于气，惨逸之情在于色。再加上仪、容、言，总共9个。神是一个人坐定不动时透出的气度，精是眼神有没有光，清不清。筋与骨是体态里的力量与骨架，气是急或是缓，色是喜怒哀乐挂不挂在脸上，仪是行止有没有规矩，
容是表情的厚薄，严是说话的快慢与分寸。刘少的意思是，人可以装，但装不过神色气度。一个人做3分钟说10句话，那9个窗口已经把他的本质暴露完了。刘生看完，刘少问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：那9征都到位，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他的答案是圣人。书中说，兼得而治，谓之中庸。中庸也者，圣人之目也。9征兼备，无所偏倚的人叫做中庸，而中庸这个境界就是圣人。注意，这里的中庸不是和稀泥，不是好好先生，他是9征平淡无味、刚柔得中、清明内藏的神不躁、精不昏、筋骨坚而不暴，气静、色和、仪正、容厚、延缓，所有的锋芒都收进去了，内里却什么都不缺。刘少甚至说，这样的人素淡无味，乍看平平无奇，没有特别抢眼的长处，可是放到任何位子上都能胜任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缺。这样的人，刘少说是君王之才，能用所有人的长处，自己不争功不显能，让底下每一个才能异常的人都甘心为他效力。可是这样的人千古难遇，刘少算得很清楚，几百年才出一个。所以他话锋一转，绝大多数的人才都是偏才，某几项突出，其他几项不及格。偏才不是缺陷，是常态。世人的关键就在于看出他偏在哪，长在哪，适合摆在哪个位子，而不是奢望找到一个完美的人，更不是把偏才当废材。我真告诉你从哪里看。刘少接下来在8观篇告诉你怎么看，8种具体的观察方法。第一，观其夺救，看一个人在诱惑面前是被欲望夺走，还是能拉回自己。第二，观其感变，同一件事，他的反应和别人有什么不同？那个差异里藏着他的本性。第三，观其志志，看他谈论的话题、架往的东西，志向往哪里走，人就往哪里走。第四，观其所由，看他做一件事是出于什么动机，动机才是人的根。第五，观其爱敬，看他对什么人、什么事真的敬重，真的疼惜，那是他价值观的底色。第六，观其情机，看他在情绪被触动的瞬间，第一反应是什么。第七，观其所短，看他怎么处理自己的短处，是遮、是补还是利用。第八，观其聪明，看他能不能在复杂的局面里分得清主次，看得到关键。8观的精神是，不要只看一个人风平浪静时的样子，要看他在变局、诱惑、情绪、压力下，本性是怎么露出来的。可是会看人的人少，看错人的人多。为什么？刘少在7鼻篇给了答案，世人的7种偏见，他叫7鼻。第一鼻，察欲有偏颇之鼻，只听别人怎么说，自己没去看。第二鼻，接物有爱物之惑，你喜欢他就什么都好，你讨厌他就什么都不对。第三笔，妒心有大小之物，看一个人的格局，常常拿自己的格局去套，小看了大的，高估了小的。第四笔，品质有早晚之疑，人有早慧，有晚成，看一个年轻人，常常下定论太快。第五笔，变类有同体之嫌，同类人互相欣赏，不同类人互相看不顺眼，那不是判断，是同温层。第六笔，论才有生压之鬼，一个人得势时，所有人都说他好；失势时，所有人都说他坏，那都不是真相。第七笔，观其有二有之失，看奇人常常被表面的奇迷住，看不到真正的稀有。七笔读完，你会发现，世人的最大障碍，从来不是别人难懂，而是我们自己的眼睛里有太多乐境。刘少最了不起的地方，
是他不只谈看人，还把天底下的人才做了一张完整的分类图。12才性，每一类人都有他适合的位子做得来的事，没有高下，只有适不适合。1是清洁之家，德行高洁，适合做谏官，做风范。2是法家，明于法度，适合定规矩，做执法。3是术家，精于谋略，适合做幕僚，做策划。4是国体，德法术三者兼通，能做宰相。5是气能，能力强，善理事，可治一郡一县。6是脏痞，明辨是非，适合做监察。7是伎俩，精于技艺，能做公关，能做专业制。8是智义，权变圆融，适合外交，适合斡旋。9是文章，能写能说，适合做文翰之臣。10是儒学，通经明史，可为帝师，可立学派。11是口辩，能言善辩，适合做使节，做说客。12是雄杰，胆识过人，能将能率。12类人，刘少一一讲明白。你不能要法家当谏官，也不能要清洁之士当谋士。错位的人才比没有人才更可怕。在12才性之外，刘少另辟一篇英雄，专谈一种最稀有的人，能成大事的人。他说，世人都称英雄，可英是英，雄是雄，本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特质。聪明嗅出昧之英，心思细呢，见识过人，能看穿局面，能算清长远的人叫英。胆力过人谓之雄，胆气足，敢决断，能扛事，能在乱中不乱的人叫雄。英是脑子，雄是胆子。英负责看见，雄负责拍板。刘少举例，张良是英，谋略过人，但不领兵，没有韩信去打，他的奇迹只是纸上谈兵。韩信是雄，能将兵打仗，但不善谋全局，没有张良辅佐，他的兵锋会走偏。那刘邦难得在哪里？英雄兼有，他既能识人，又敢决断，自己英的部分不如张良，雄的部分不如韩信，可是两样都不缺，都到水平之上，所以张良、韩信、听和都甘心为他所用。刘少的洞见是，能成大事的人不是英最强，也不是雄最强，而是英中有雄，雄中有英，两种特质都在一个人身上，比例刚好。一个只有英没有雄的人，会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；一个只有雄没有英的人，敢冲但会莽撞。千古成大事者，都是英雄兼备。12才性里，刘少还特别点出一种人，伯乐之才，也就是识人之人。他在《街市》和《孝难》两篇里反复强调一件事：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人才不缺，缺的是看得见人才的眼睛。为什么？因为识人这件事太难了。刘少说，人才在未显之前，往往貌不扬，言不华，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两样。他可能还没位子，没资历，没名声，讲话也不漂亮，混在人堆里毫不起眼。一旦事到临头，被推上位子，才会显出来。可那时候已经被别人抢走了。所以真正的识人者，要有本事，在他还没成事之前，就看出他成事的可能。这需要的不只是眼力，还是格局。刘少一句话戳得很深：以己观人，则不见人之长；以人观己，则不知己之短。拿自己当尺去量别人，永远看不见别人比你高的地方；不肯让别人来评自己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处。识人从来不是一种技巧，是一种修养。你的格局有多大，你能看见的人才就有多大；你的心量有多深，你能容下的能人就有多远。治完了人，下一步是用人。刘少在才能、利害、势争几篇里讲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道理：用人于长，不责于短。每一种才性都有它的能，也有它的限。清洁之士能立风范，但不会权变；法家能正纪章，但会严苛无情；术家能出奇谋，但不够厚道；雄杰能领兵打仗，
但不善细务。文章之士能写能说，但实务上手慢。伎俩之士精于一技，但格局有限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和他的限，那是天性，逼也逼不掉。用人的人要的是让每一种人都在他最擅长的位子上发光，而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变成全才。那不只是奢求，根本是逆天。刘少说，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只有合适的位子。用对了人，连短处都成了风格；用错了人，连长处都成了祸患。再加一条他说的最透的，人才之间天生会互相看不顺眼。清洁看不惯术家的圆滑，法家看不惯文章的虚实，雄杰看不起文人的软弱。这些不是品格问题，是才性使然。做领导的最大的功夫不是变能，而是调和，让不同才性的人在同一个团队里各尽其用，互不倾轧。这比挑出一个天才难得多，也重要得多。人物志整本书读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刘少真正想说的不是教你看穿别人，而是先看清你自己。他在世真篇收尾讲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人最大的盲点永远是自己，最难看清的人也永远是自己。你以为你在视人，其实你是在用自己的偏见投射出去，看到的是你以为的别人。你以为别人在误解你，其实是你不肯承认自己的短处。世人的功夫要从看清自己开始，知道自己是哪一类才性，知道自己的长处能拿出来给谁用，知道自己的短处该交给谁补。当你看清了自己，你才有眼力看清别人。当你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，你才能接受别人的不完美。而管人的学问也才从这里真正开始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人物志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就是，人不是用来看穿的，是用来看懂、看重、看见的。世人的最高境界是看见每一个人最值得被摆对位子的那一面。如果这趟世人之旅让你有收考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走进中国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，一部把神鬼妖怪写进历史的奇书——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9征、8关、7弊、12才性，哪一个让你最想对照自己看一遍？我们下集见。